老师今天要带来的是鸡肉的料理，是我们说家常菜，家常就是你每天都可以做，或者呢甚至要宴客都可以。所以我今天会带来大家很喜欢的这个三杯鸡，而且是家常做法的三杯鸡。哦，对啊，其实我到那个餐厅哈，我真的很喜欢点三杯鸡，对，因为里面有我们台湾人的灵魂啊，就是那个什么九层塔，对不对？对，而且这个是一个红烧味，那红烧其实就很台哈，但是又好吃哈。好，那我们今天要怎么来做？好，那我就会去掉一些我们所谓的比较困难的元素啊，所以我用的是这个叫去骨鸡腿肉。哦，对，去骨的鸡腿肉它就没有骨头嘛，那我们吃的时候也方便。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比较快熟。好，那我们记得切的时候要皮面朝下啊，皮面朝下，这样你在下刀的时候，你的刀就不会滑。好，那我们就会对这样子去切它哈。你看肉的部分它就会稳稳的哈。好，一开三啊，一只鸡腿先变成一开三，然后你再想说我要的大小，我们说你要切大丁啊，这个大丁哈，你在吃的时候方便入口。再来就是这个肉啊，它其实会缩。啊，也丢了哈。那缩的时候呢，它也不会变得太小块啊，所以我们就大概切这样9宫格了。对，好，那这边呢，好，我们今天准备的是这样的一个锅子，它小小的，可是呢，够用就好哈。好，那为什么会特别准备用？老师什么都没有放油啊？鸡肉有油啊。哈，鸡肉本身就是有油，对哈，所以你现在就注意到说我们的做法哈，其实不太一样哈。就像我现在是把东西先放进来之后，我们再开火，对，再开火哈。好，那你们会注意到说我们做菜其实你最怕什么？油烟。对，每个人都怕油烟啊，所以你就会注意到说为什么老师没有先放油？如果你放了油在锅子里面，你会觉得是不是要热锅要热油，然后这个油烟就上来了。油烟就上来了哈，所以我现在就是特别要告诉大家说，当你是一个怕油烟的人，你会为了油烟大，然后不愿意做菜，这个困难我在这边先帮你去除，就是你先把冷的食材跟冷的锅子，你同时让它加热，它就不会冒烟了。好，那我们现在这边呢，我们就会好，等到它这边有水蒸气一直跑出来，这样的状态下，我们就可以来准备说，我等会儿要爆香的东西，姜片好，这个很特殊老师。通常我们不管是姜片啦、蒜头啦、辣椒啊这些哈，那大家当然可以比较晚放啦。是，一般我们都会把它先去爆香嘛。对，你这个不要哦？要啊，不爆香怎么会香？所以爆香是一定要的，但是我们要在什么时候来爆香？我相信你很专业哈，因为只要会做菜的人都知道说，把油烧热，然后把辛香料放进来。可是当你的油是热的，那你的辛香料是冷的，它一定会起油爆。对不对？一定会起油爆。好，那这个时候我又不想了哈，因为我怕起油爆，我又怕有油烟。好，那我现在把这个姜片切好。好，那现在呢，来，我们来看一下锅子里面，好，你要注意到它会有一些油，这个油叫什么油？鸡油，对，叫什么油？对，你看鸡的油跑出来了，好，那鸡油跟猪油这些都叫做动物油脂或叫做天然油脂。好，那天然的油脂呢，它也是好的油啊。好，那我们就用这些油来爆香。用这些油先来爆香哈，对，像我现在我就会把我的姜片放进来，好，姜片，然后这边还有这样爆香法的，我第一次看到呢。有，好，这边是我们的蒜头哈。当我们要做这个三杯料理的时候呢，我喜欢把蒜头用成是整颗的，我们只要把这个皮去干净就好。好，去皮的哈，好，这边还有一点皮哈，好，整颗的放进来哈，对。人家说到最后，更加你这哦，吃了这一道一定不会感冒的啦。对，因为辛香料哈，对我们的这个身体是非常有帮助的哈。好，就像我现在，你看整颗的蒜头，再加上老姜的姜片，好，我们就让它这样子去爆香。好，你看我这样一锅已经觉得看起来已经有香味了，对。好，你可以盖上盖子，或者你就让它继续这样子去做。好，我们把盖子盖起来。好。我们就这样盖着嘛，而且盖着它反而是比你一直不停的开着盖子去搅拌，它会更快，更省瓦斯吗？对，因为盖着它的温度是集中的，你打开然后去搅拌，它的温度其实是一直往外跑掉啊，所以我们才说盖上嘛。对，所以
是不是做菜可以这么轻松？好，你看，好，当你看到说，因为是玻璃盖嘛，你就看得到里面的食材的颜色变化。你现在就看到说，肉的颜色，好，跟你刚才有看到还有一点红红的颜色，它其实是已经不存在。好，那你，我现在打开，你知道我闻到什么味道？姜的味道。对对，你也闻到哈，姜片的味道哈。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说的爆香。好，那爆香，你就是把辛香料的水分把它煸掉，它就香了，就叫爆香。好，那我现在你会觉得锅里呢有什么油？有一点鸡油，但是我们要做3杯鸡嘛，麻油还是要嘛？是，对啊。但是我要不要1杯？你要吗？我不要，好，我也不要，我又不是在坐月子。对，好，那我们现在呢，我就要开始要进入调味的这个部分。好，那调味呢，好，我们的3杯鸡里面呢，我有酱油，然后有麻油，有酒，但是呢，我会比较着重我要有糖，啊，因为糖呢，它会让我们的食材颜色会比较漂亮哈，所以我要先把这个砂糖放进来。好，这边会有2汤匙的砂糖。好，砂糖先炒进来哈，就像说你在卤肉啊，炒一点糖，它就会有糖色，会有糖色，用这样的颜色呢哈，然后让它肉质也会比较亮，所以我先炒糖。好，那糖放进来了之后呢，它融化了，溶解了之后呢，它就会有那个蔗糖的香气。是，好，那色泽还没有上来哈，因为你的糖呢要煮到温度再高一点点，它就会从溶解成透明的，然后有一点点琥珀色或者是金黄色。好，但是呢这个没有很重要，是因为我们后面还有那个酱油。好，那我把这几个这4个元素，好，酱油跟酱油膏把它当一种。好，我把这4个合起来1杯。哦，本来应该要有3种各1杯的3杯，可是我想的是热量太高了，好，所以我现在把这3个元素把它变成1杯。好，那这边呢，好，这是酱油膏。好，为什么我要加酱油膏？因为色泽会比较亮吗？对，哈，因为你全部加的是酱油来说哈，它会颜色比较黑，而且比较咸哈，所以我现在加的是酱油。好，就等于说我把这个1杯里面的酱油跟酱油膏哈各半，而且对各1/4。那这1杯呢，它是麻油。好，那麻油呢，我并不去做爆香哈，因为我觉得我的鸡油它已经有香味了哈，鸡油已经有香味哈，所以我在这边呢，我的麻油哈，你可以，其实它不是麻油鸡，你知道？好，你可以用黑麻油，你也可以用白麻油，或者你用的是香油，都可以。对，只要是它是有一点香味的油就好。好，那我现在就是锅里面呢，除了刚才炒的糖之外，我们还有的是酱油。好，拿酱油膏。再来就是一点麻油，好，今天用的是那个白芝麻油，好，用的是白芝麻油。像你这样子煮啊，已经煮了快20分钟，鸡肉不会老吗？不会，好，你问的好重要的一个点哦，对，我知道你是会煮菜的哈，鸡肉会不会老哈？因为我们今天哈，你要选择什么样的肉，好就很重要，好，如果你今天选的是那种土鸡肉，好，或者是我们讲的防土鸡，这样子的肉它都是比较结实。那比较结实的肉呢，它经过加水，然后长时间去炖煮，它才会好吃。好，所以当你是炒鸡丁啦，或者说你要是烤鸡腿排，或者说你要快速让它能够熟的，我们就会选择用肉鸡。好，所以肉鸡它就是不会老哈。好，你看它这样颜色是不是已经够美了？对啊，我都很想说金麦生气加。这个时候我们再把这个米酒加进来哈，你看我们也不要1杯酒哈，好，来这样子就好。然后我们来盖上盖子。让它去做什么入味，对，哈，就像我们刚才要关小吗？要，对哈，所以说我们这个时候你就把盖子盖起来，然后火稍微变小一点点，让它有时间去做哈，入味。那3杯鸡要做什么程度最好吃？收汁。对，那它的汁不是要让它跑掉，而是让它入味，全部被你的食材吸收。这样子，你等会吃到的每一块肉都是有味道，重点是还要是嫩的。还要是嫩的哇，真的 ，That's the point， 就是这道是重点嘛。好，就是这样。那我们这边呢，这道菜我们就给它大概5分钟到8分钟，让它去做到收汁。哦，最主要我们就是要让它真的每一块鸡肉里面呢都有刚刚那一些对味道，然后颜色通通都要进来。那你现在一直闻到香气，对不对？好香哦，好，真的是够香的，够香的哈。好，那我们来把它整个拌一下哈，咕噜咕噜的这个感觉多好，而且很
很像很多胶原蛋白嘞。是的，哇，您真是内行。所以你看哈，好冒泡的状态，然后你可以剥开的时候看得到锅底，有没有？看得到锅底，就是它收的汁差不多了哈。好，你这样的状态来就会画出一条路的感觉。对。那现在呢，我们就要开始把最后，比如说我想要它有漂亮的辣椒的颜色，这时候把辣椒加进来哈。好，再来就是我就把九层塔加进来。知道吗？哈，所谓的杀青就是你要让你的菜，有经过温度的洗礼，然后它会熟，它就会定色，哈，就是这样。好，就像我现在我一部分，对，九层塔它漂亮了，然后我还要再加，我还可以再加，就是我希望它有，酱汁里面都有九层塔的香气哈，所以我会分2段，然后呢一样的就这样把它拌进来，然后我在拌炒的时候，你就发现它的亮度。好，那肉上面的亮度一直在增加。对，那我们要准备关火了，你觉得可以吗？食指大动啊！对，好，你看就这样，你就把它直接端上桌，你要不要闻一下？哇，好香哦，尤其那个九层塔的味道。是的，好，全球观众朋友，家常菜其实很简单，但是呢，这个秘诀我们的顾慧雪老师呢真的是非常详细。